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9号。今天呢，我们对标普500指数上周三到上周五的走势情况进行一个复盘分析。首先我们看日线图上周一呢，在探底这个重要的支撑位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强烈反弹收出了一根很强的反转 K 线很强的反转 K 线。那周二呢，出现了一个小阴调整，我们认为它是个调整我们也说过到这个阻力位之后呢，一下过去的概率比较低，会有一个调整，也可能二次探底也可能调整到某个部位震荡。其结果呢是往下没有走多少没有走多少。然后呢，就出现了做成了一个双底然后向上突破在4小时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双底反转信号双底反转信号，这个 K 线所以呢，在这样的信号出现之后呢，可以直接进场做多，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再等这个突破这个阻力位的突破，也就是说这个阴线的高点被突破之后再进场做多这是两个进场信号当然了，这个点的突破这个双底的这个颈线被突破也是做多的进场信号我们再来看1小时的走势1小时呢，在礼拜二的调整之后呢，这个1小时的均线已经走阴了已经变成下行了，但是呢，在礼拜三亚市它有一个强烈的反弹，又穿越了这条均线所以呢，把这条均线又给拉平了这样的话呢，这个1小时的这个均线的反转的概率就比较大了，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回测到前期这个低点附近的时候也可以左侧建仓，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长浪，形成了一个小长浪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左侧建仓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反转 K 线出现之后这根线出现之后呢，直接进场做多，或者是等突破这个双底的颈线高点之后做多可以出现这个 K 线的时候就进场做多，也可以等突破这个双底的颈线之后做多另外下一个做空点呢，就是这个调整日的这个高点，这是调整区间嘛，这是一个盘整区间盘整区间的高点在这一带经突破这个盘整区间之后，我们也可以进场做多那在礼拜三的这个亚市它就突破了，也突破这个高点了其中这个 K 线也非常关键这是一个进场做多的信号但是我们发现呢，在礼拜三它这个亚市就走了一个非常强的这个上升趋势而且呢，在接近这个周高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个1小时的一个反转信号一个反转信号，所以这个信号呢就需要我们警惕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向上走了5浪，对吧？这是1浪、2浪、3浪、4浪、5浪，所以这个5浪末端的反转 K 线需要我们特别警惕，所以可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些减仓等这个均线被反转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把这一轮的这个日内的这个仓位给清掉，我们在4小时内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是3次向上推动，看一个很长的 K 线
一个调整 K 线，又一个比较长的 K 线啊，又一个调整 K 线，又一个很长的 K 线，这是3次的向上推动啊，也就是说走成了5个小波浪，在1小时里可以看到啊，5个小波浪。所以呢，当4小时这个 K 线再收出这样一个纺锤线吧啊，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纺锤线之后，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信号啊。如果再往下突破的话，我们这个多头部位可以考虑平仓这个日内的多头部位。这是礼拜3，礼拜4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啊，向下突破这个4小时的低点之后呢，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呢，我们可能不太好抓，因为呢这是一个逆势的一个调整啊，它的调整有多大呢？我们不太好估计啊，因为下面的支撑位很多啊，除了这些一条一条的均线可以是支撑之外呢，像前期突破的这个阻力位可能构成支撑啊，这个双底的颈线位可能构成支撑，然后前低的附近可能构成支撑，我们不知道它会在哪里止跌啊，所以呢，最好的操作策略呢，我们还是逢低做多啊，逢低做多。所以，当价格回到了差不多上一日低点附近啊，上一日低点就是上日低点附近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小纺锤线吧下影线比较长。当出现这个1小时 K 线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做多了。当然了，这个位置呢，其实左侧建仓的这个成功的概率也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是起来长浪调整短浪，再起来又是一个长浪啊，这是一波向上推动的一个波浪结构，所以在这个调整的低点上方呢，我们左侧建仓呢成功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左侧建仓的。如果没有左侧建仓的话，那这个1小时 K 线之后出现，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可以进场？我们要再看一下小周期的均线情况。在小周期呢，我们可以看到15分线，这个1小时走完之后，这里就已经出现了 MACD 背离信号 ，MACD 已经收敛了，对吧？已经收敛了。在上升通道当中，这个 MACD 收敛意味着呢，这个2条均线在收紧就是向上交叉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在突破1小时的高点以及这些小的反弹阻力位的时候，直接进场做多如果没有在这地方进场做多的话，当下一个1小时出现这样的信号的时候，就得立即进场可以立即进场做多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多头的趋势比较好的多头趋势，我们可以立即进场做多如果还有往下调整的空间的话，可以再加仓。这个是礼拜4可以抓到这个低点礼拜5呢，大部分时间是震荡上行，最终呢还是到了这个礼拜4的这个高点位置，所以这波行情呢，基本上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的这个均线一直往上拿着在4小时里呢，基本上是一根 K 线连着一根 K 线往上走，所以呢，基本上可以按照这个4小时的这个跟踪止损一直往上拿着，看它到前高会怎么走这就是上周3到上周5的走势情况谢谢大家收看。